几位前辈，当年的事情究竟如何，我并不知晓。可这一次，我秦家是有十足的诚意，希望几位能够重新回到我们圣元仙朝。异姓王的位置，我们秦家可是一直都给几位留着呢。几位都是聪明人，应该知道如何选择。若是反对，也别怪我秦家不留情面。齐风谷这4家曾经都是圣元仙朝的异姓王，地位很高。毕竟这4位的先祖和秦家先祖是同门师兄弟。随着4家先祖偶然之间获得了一件至宝，引起了皇室的觊觎。那一战，4家先祖用生命为他们的后人换来了逃走的机会，从此隐居在这齐风谷之中。没想到过去了这么多年，秦家的人居然还没有放弃啊！当年的血债，我们还历历在目。我们没有能力为先祖报仇，但也绝对不会妥协。就算把我们全杀了，你们也别想得到那件宝物。好，既然你们这么不怕死，那就等着亲眼看着你们4家的族人一个个被我们斩尽杀绝吧。大哥，你看水面上是不是浮出了一个毛巴头啊？一坨，你都出来了，你在那干嘛呢？还不赶紧上来！这小子在搞什么呀？都已经出来了，还窝在水里面做什么？大哥，你来干嘛？我找到了，可我拿不上来。拿不上来？难不成又有结界？下面有结界？没有，你怎么拿不上来？你下来就知道了。这好吧，大黄，你下去看看。啊，我大黄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直接被陈长安一脚给踢了下去。妈的，大哥，是王八蛋骗你呢，东西就在他手上呢。我猜到了，所以才让你下去。被发现了，不过感觉好有趣。大哥，我上来了。虽说陈长安没有被自己骗到，可大黄下水了，也算是成功了一半，这让一坨十分有成就感。好的不学，居然还敢套路我！我是你那么容易就能够套路到的吗？论套路，我是你祖宗。落水狗，滚你妈的！这次过程还真的比较容易。第3个了。陈长安并没有搭理他们2个胡闹。死亡法则碎片到手，这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，而且这一次的过程相对而言其实比较轻松。就在陈长安刚刚将法则碎片融合之后，突然眉头一皱：“别闹了，齐风谷出事了，走，过去看看。”出事了！哼，你们别做梦了，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是谁，为什么会龟缩在这个破地方不敢出去？他们早就做好了一切的打算。我们4家之中就没有怕死的人。没有怕死的人吗？难道这个不是你们4家的人吗？可是他带着我们过来的，要不然我们还真没想到你们会跑得那么远，跑到了流云域这么偏僻的地方躲了起来。哼，谁家还没几个不孝子孙呢？他怕死，贪图荣华富贵，不代表其他人都是如此。是吗？那就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不怕死。黄叔，还想麻烦你帮我先拿下这几人，里面的其他人交给我来对付。你黄叔我虽然已经很多年没有与人交手了，但对付他们这4个还是没问题的。秦皇，你也别小瞧我们，这么多年我们不过是因为躲在这里，所以才导致修为进展缓慢。别忘了当年你可是我们的手下败将，如今的你们恐怕也只能够忆当年了。但你们要清楚，现在的我可不是当年的我。我最后再问你们一遍，是将东西交出来，还是要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的族人一个个死在你们眼前？哼，那就看看你是否有这样的本事了。真是可笑，当真以为你们这样就能够拦得住其他人吗？你们对我的实力一无所知。金黄一掌击出，恐怖的威力犹如排山倒海一般，向着齐风谷4位老祖冲了过去。怎么会变得这么强？拼命吧！可就在4个人要动手之时，突然一道身影出现，拦在了他们的面前。轰的一声巨响，一个人影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。还挺热情，你们这欢迎的方式挺别致的。没事啊，他居然什么事情都没有。你是何人？这些都是我的病人，医者父母心，他们都是我的孩子，我怎么能看着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呢？你们几个说对不对？陈长安回头看了一眼齐风谷4位老祖，这几个人也是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，竟然十分认真的点了点头。
可转念一想，这不太对呀，那陈长安不成了他们的老子了吗？我不管你是谁，告诉你，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，与你无关。你若是还想要插手，我劝你最好想清楚，我们圣元仙朝可不是好招惹的。神医，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，你还是走吧。没错，圣元仙朝的实力很强，没有必要为了我们得罪对方。你对我们的大恩大德，恐怕这辈子我们是没有机会报答了。对了，你们这里怪病的源头我已经找到了，从此之后，应该不会再有怪病出现了。小子，你是没有将我们圣元仙朝放在眼里吗？就算你有办法抵挡得住我的攻击，可我不信你还有能力。黄叔，这么强啊！秦宇轩目光冰冷地看向陈长安。我黄叔要是有什么事情，我圣元仙朝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不会放过我？放心吧，我这个人下手很有分寸。啊？什么意思？难道说他因为畏惧圣元仙朝的实力，还是留守吗？哼，算你放心，他绝对活不了。这就是你说的分寸？你就为了这些人，不惜得罪我们圣元仙朝，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原本就是看看热闹，可他打我，那这事儿我不能不管了。至于你们是谁，有什么恩怨，关我屁事。就因为这个，你他妈也太任性了吧！就因为这样，你杀了我皇叔？不然呢？好，你敢告诉我你的名字吗？我们圣元仙朝绝对不会。秦宇轩的话还没有说完，陈长安已经出手，正好借助这些人来试试自己死亡法则如今的威力如何。秦宇轩这些人直接进入到了濒死的状态之中，这让他们想到了一直困扰着他们的怪病，简直和那些人发病的时候一模一样啊！只不过严重了很多，不少人在倒地的那一刻就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。别白费力气了，你们挡不住的。可就在秦宇轩彻底失去了生命体征的那一刻，突然一股强大的能量从他的身体之中迸发而出，下一刻，一道虚影从他的体内飞了出来。居然是他！神医，小心一些，他是圣元仙朝的老祖宗秦圣天。秦圣天，仙皇级别的强者吗？这应该是秦圣天在秦宇轩的身上留下来的一道灵魂虚影，目的就是为了在危机时刻能够救秦轩宇一命。可神医的实力太强，等到触发了灵魂虚影那一刻，秦宇轩就已经没命了。好，你们真是好样的！看在当年的情分上，我并没有对你们赶尽杀绝。你们今天居然杀了我秦家的人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没有赶尽杀绝，是你看在当年的情分上吗？分明是你没有那个机会。不过是一道灵魂虚影，就算是你本人在这里又如何？哼，一个小辈，简直是不知死活。不知道这一缕灵魂若是没了，对你本体会造成多大的伤害。秦圣天的灵魂虚影直接被束缚住，只见陈长安手指一弹，秦圣天的灵魂虚影直接被彻底抹杀。该死，不杀此人，我誓不罢休。陈长安的行为让秦圣天无法容忍，他决定亲自前往流云域，必须要将此人斩杀。扑通！西风谷的4位老祖看着陈长安，直接给他跪了下来。都起来吧，赶巧了而已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你救了我们所有人是事实，如此大恩大德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才能回报。对了，我们奇风谷之中有一个宝物，不如将此物送给神医如何？你们觉得呢？听到何家老祖的话，其他3人也是认真的想了想，最后赞同的点了点头。这东西也是一切的源头，也是4家落寞致死的原因。如果没有这个东西，恐怕也不会有后面这么多的事情发生了。什么宝物？这个东西，何家老祖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。陈长安这才知道他们和圣元仙朝之间的恩怨是什么。究竟是什么宝物，会让圣元仙朝皇室这么念念不忘？说实话，陈长安是真的很好奇这东西究竟是什么呀。4个人将东西放在了一处十分隐秘的地方，而且还布置了结界。这结界十分的安全，如果没有我们……何家老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陈长安此时已经走进了结界之中。他怎么做到的？不知道。就在4个人面面相觑的时候，陈长安已经来到了这宝物的面前。这是个啥？
这是宝贝，这他妈从哪看出来会是一个宝贝？就为了这么个破玩意儿，圣元仙朝不惜对4位异姓王家族进行了屠杀。大黄，你……陈长安习惯性的想要让大黄看看这究竟是什么东西，毕竟大黄的传承记忆是需要一点点触发的。可一回头，发现大黄并不在自己身边，还被困在了结界外面。大哥，咋了呀？哎呀，你们别愣着了，赶紧把结界打开啊！我大哥能进去，我们进不去啊！快点的！在大黄的催促下，何家老祖几个人这才反应了过来，于是连忙将结界打开。大哥，这啥呀？这是？我他妈还打算问问你呢。我哪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从来没见过。你们知道吗？说实话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其实这个东西，我们并不是很清楚。对于我们而言，它是一个让我们沦落至此的灾难，并不是什么宝贝。之所以还一直保存着，是因为它让我们4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若是就那么随随便便扔了，对不起先祖们的浴血奋战。但它到底是什么，只有当年的那几位先祖知晓，从来没有和我们透露过。我想，圣元仙朝之中，知道真相的，恐怕也只有一个秦圣天。所以你们就把这没用的东西送给我了。大哥，我好像知道这玩意儿是啥了，就是有点不太对劲儿啊。大黄，还得是你，优秀。而面对陈长安的夸赞，大黄也是得意的直摇尾巴，甚至还挑衅的看了一眼一坨。行了，别嘚瑟了，赶紧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大哥，这他妈是龙蛋！不是，我说你们几家老祖也太猛了吧，龙蛋都敢偷，难怪不告诉你们这是什么东西。这要是传扬了出去，龙族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妈的，全是龙蛋！你们4家先祖当年到底做了什么？真的跑去龙族的地盘了？这我们也不知道呀。若知道这东西是龙蛋，我们早就把它扔了，留在身边，这不是一个大麻烦吗？不对呀，这不应该是龙蛋吧？如果是龙蛋，这都多少年了？我们躲在流云域可是近100万年的时间了，100万年的时间早就应该孵化了吧？这玩意儿要是龙蛋，怎么会没有孵化出龙？大黄，你刚才说的有点不对劲，是不是指的就是没有孵化的这件事情？没错，根据我的记忆，龙族的孵化虽然漫长，但是最多10000年的时间，偶尔可能会有几万年的。但是这近100万年还没有孵化的，属实是没有见过。最奇怪的是，大哥，你能感觉得到这龙蛋里面有任何气息或者有生命存在的痕迹吗？我看了半天，这玩意儿就跟石头一模一样的。会不会当年偷出来之后，这个龙蛋里面还没有孵化出来的幼龙死了？死了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，但可能性并不是很大。大哥，有可能是被布置了什么禁制，让人无法探测出龙蛋里面的气息。不过一直没有孵化这一点，我还是想不通。近100万年，不会真的他妈变成石头了吧？大哥，要不然你试试看能不能孵化呢？一坨在一旁说着。孵化？这他妈怎么孵化？我还能趴窝咋的？大哥，你不是有生命法则之力吗？可以试一试。生命法则之力，真的行得通吗？陈长安不清楚，但想试一试。如果真的是孵化成功的话，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，一个有可能会获得龙族好感的机会。想到这里，陈长安并没有废话，直接将左手放在了龙蛋之上，随后一股强大的生命力输入到了龙蛋之中。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，陈长安等人不由得心头一震，居然有反应了。我操，大哥你要生了！滚蛋！你他妈会不会说话？不对，大哥，这蛋要生了，也不对，大哥，蛋碎了！你他妈才蛋碎了！不是龙蛋碎了！用你说啊，我他妈瞎看不到。嘿个屁呀你！滚蛋傻屁！陈长也懒得搭理这两个货了，又把心思都放在了这龙蛋上面。还活着，居然真的还活着，太不可思议了！都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，怎么会这样？应该是咱们对于龙族的认知太少了，所以才会不理解。就在这几个人议论的时候，龙蛋彻底碎裂，里面出现了一头1米多长的幼龙，而他的第一眼看见的正是陈长安。完了，他不会是把我当他爹了吧？别叫我爹，我不是你爹。见到幼龙要张嘴，陈长安是连忙摆手阻止。我说要谢谢你，谁说你是我爹了？我傻吗？我感觉不到咱们两个长得不一样，你脑子有病吧？我去，不愧是龙族，刚破壳而出，话都说得这么利索。不过他不应该说龙族的语言吗？大哥，龙族是有传承记忆的，
这其中包括人类的语言。不过他好像有点不太一样。哎，你看这眼神，太他妈成熟了，这根本就不像是刚出生的幼龙啊！你要谢谢我什么？当然是帮助我脱单而出了，难道还是为了谢谢你，不用我叫你爹？行吧，不用你谢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啊，让他走？陈长安的操作让在场的人都有些懵逼，这可是龙族的龙啊，就这么让他走了？你让我走？我可是龙王高贵的龙族，你难道就一点想法都没有吗？什么想法？没想法，你高贵你的呗，关我屁事。不行，那绝对不行，你这样我很没有面子。你知不知道太古仙域之中有多少人想要拥有一头龙族成员作为坐骑？你又知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坐骑是吧？我有，这儿呢。陈长安指了指大黄，这让幼龙十分的不爽，自己居然还比不上一条狗。最可恨的是，大黄居然挑衅的看了他一眼，随后得意的说着：“我告诉你，我也有坐骑，你看这儿呢。”有点意思，那我也要加入，我要当坐骑，你必须让我当坐骑，不然你就是不给我面子。你刚才不还说自己是高贵的龙族吗？现在居然要求着别人当别人的坐骑，你的骄傲呢？你的高贵呢？合着这也是一条有反骨的龙族，属驴的是吧？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。开什么玩笑，我才是我大哥的坐骑，你休想霸占这个位置。怎么着，你是觉得我一条龙不如你一条狗是吗？狗？哼，好，今天本大爷就让你这小子好好的开开眼界。大黄冷笑了一声，随后直接显出本体。麒麟，竟然是神兽麒麟！疾风谷四位老祖此时都已经彻底的呆滞了，他们根本就无法相信今天所发生的一切，这他妈是真实的吗？一条龙求着陈长安要当他坐骑也就罢了，人家本身的坐骑居然是他妈麒麟，同样也是神兽。妈的，这都硬茬子了！大黄，你居然这么帅！废话，不然怎么当你大哥呀？别以为你现在实力比较强，我告诉你，我是还没有完全发育，早晚会超过你的。还没完全发育？那你发育的是真够慢的。小子，现在你还觉得我不如你吗？那又怎么样？我是他孵化的，你是吗？没有关系，我俩更近。他虽不是我亲爹，但叫声义父并不过分。义父？妈的，这小子好无耻啊！居然直接认贼，我认陈长安当义父了。那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告诉你，我大哥还是我。哎呦！滚你妈的！大黄的话还没有说完，直接就被陈长安一脚给踢飞了出去。当年陈长安和大黄见的第一面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刺激。陈长安热情的打了一个招呼，大黄热情的将陈长安给吞下了肚子。陈长安在里面待了几天，最后大黄实在是撑不住了，便将陈长安给吐了出来。可结果还是被慕云瑶胖揍了一顿。曾经陈长安经常用这件事情忽悠大黄，说他们两个是生死之间至亲朋友。可今时不同往日，这种黑历史陈长安怎么可能会让大黄说出来呢？大哥，你看看你这咋还动上脚了呢？我这不是想要证明一下咱们两个关系好吗？猥琐丢人！义父，咱俩天下第一好。无耻丢人！大黄无耻猥琐的形象，大家早已经习惯了，甚至可以说是深入人心。可没想到这一头幼龙也会这么无耻啊！我都已经放你走了，你回到龙族不是更好？为什么要留在我这里当一个坐骑？况且我也不需要坐骑。不回去，回去没意思。你可是我义父啊，我跟着你不应该吗？我得尽尽孝。尽孝？陈长安也不会相信这个王八蛋的鬼话呀！他的存在本身就有很多的疑点，怎么被偷出来的？为什么百万年没有孵化？为什么孵化之后就这么的成熟呢？他明知道自己是龙族，放着好好的龙族不回，非要留在自己的身边，这他妈难不成也是陈天的王八蛋安排的？不对，时间上恐怕对不上。当真不走？不走不走。好，那你就先留下来吧。多谢义父。不用客气，既然如此，我也给你取一个名字吧，小蚯蚓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小蚯蚓？这他妈算什么名字？我可以选择不叫这个名字吗？不可以。好吧，那我以后就叫小蚯蚓。这都能接受？陈长安是故意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名字，可没想到对方居然接受了。如果他真的只是一头刚刚出生的幼龙，什么都不懂也就罢了，可他心智十分的成熟，这就有点意思了。几位，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这个地方已经暴露了，恐怕没有办法继续住下去了吧？
听到陈长安的话，疾风谷4位老祖都是无奈的点了点头。躲了这么多年，终归还是没有躲过去。如果你们没有地方去的话，不如我给你们安排一个地方。陈长安想要将这些人安排到九云仙门，以九云仙门的实力，就算是圣元仙朝，恐怕也不敢太放肆。而有了这些人的加入，也可以壮大一下九云仙门的实力。毕竟是4位仙王5重境界的强者，这可不是什么小角色呀。安排好了疾风谷这4家的事情之后，陈长安也开始启程，并没有多留太久。大哥，我想问一句，凭什么他也在我身上啊？凭什么？哎呀，都是兄弟，谁上谁下不都一样吗？哎，这回你在下面，下一次你在上面行不行？何必计较这么多呢？上面的就一定是享受的吗？小蚯蚓的话让大黄感觉有些怪怪的，可一时之间又说不上来。小蚯蚓，你太惹人注目了，你能不能变化一下？变什么？大家要不都发表一下意见？我觉得吧，变成一坨屎比较好，是不是一坨？不，我觉得这个不行，这不更引人注意了吗？那应该变成什么呀？行了，你们两个别研究了，他都已经变好了。啊，他呢？哪儿去了？变成啥了呀？白痴，谁说一定要变成动物？变成别的不行吗？啊，小蚯蚓在什么地方说话？为什么我听得那么清楚却看不见他？不对，我的脖子！我操！你他妈变成狗链子了！你还他妈套我身上了！大哥，你得给我……大黄刚想要让陈长安给自己做主，却发现陈长安已经十分自然地抓住了拴在自己脖子上的狗链子。这样看着比较合理。走吧，抓紧赶路。大哥，我是不是病了？我感觉我好像快要死了，浑身没有力气，无精打采，感觉世界都灰暗了许多。他咋了？别管他，吃饱了撑的。俗话说得好，温饱思淫欲，他这哪里是生病了，分明是想青楼了。大哥，你是懂我的，我都好久没有去过青楼了。你知道我是一个比较重感情的人，而且我这么善良，若是不能够去救济这些姑娘，我于心不安呐。我不喜欢去那种地方。你觉得他们两个谁能带你去？他们两个？那一坨，你都出来那么久了，能不能变成人呢？你要是可以，我带你去潇洒去，保证让你流连忘返，无法自拔。不行，还是差点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唯独变成人类的样子是最难的。看来我是不能跟你去潇洒了。我可以。突然，小蚯蚓似笑非笑地看了大黄一眼，那眼神仿佛在说：“求我呀，你求我呀！”我不信。大黄鄙夷地瞥了小蚯蚓一眼：“大家都是神兽，老子都不能变，你他妈才刚出生多久就可以？老子才不会上你的当，还想让我求你？做梦！”行了，都吃的差不多了，咱们也该赶路了。大黄，你也别想那么多，这地方会有青楼吗？啊？陈长安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踢了大黄一脚之后，便开始继续赶路。哎呀，这地方真大，我咋感觉好像比玄天域的天骄城都要大呀？不会咱们已经到了天骄城了吧？为什么我感觉好像大家都在盯着我们看呢？哎，大哥，我看到青楼了！我操，好大呀！闭嘴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！这就是青楼吗？确实好大。大哥，咱们是去这里吗？阻止了大黄，却没有阻止成一坨呀。而一坨的话，似乎更加坚定了路人心中的想法。嘿，年纪轻轻，长得这么帅，居然是个嫖客。陈长安看了一眼四周的路人，无奈地摊了摊手。老子这一世英名啊！大哥，你早就没有一世英名了，在流云域，你的名声真的不怎么样。别吵，大家别吵，我说两句。闭嘴！狗链子没有说话的资格。靠！为了避免尴尬以及场面继续失控，陈长安连忙让一坨加快速度，随便找了一家看起来还不错的客栈住了进去。齐放，求见老祖。大老远就察觉到你慌张的气息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老祖，他出现了。他出现了？你确定他真的出现了？没错，我绝对没有看错。当年他来齐家的时候，我可是见过他的，千真万确。此时已经住在客栈之中了。不过我感觉他好像不知道这里是咱们齐家的地盘了。去，你亲自去，把他带回齐家。我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，当年的事情我要好好跟他算算账。是，可若是他……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必须把他带过来，快去！是。
齐放离开之后，齐家老祖突然有些激动了起来。一会儿我要怎么好好迎接一下这位故友呢？我可得好好的准备一下。陈长安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里居然会是齐家的地盘，而齐家的那位老祖宗就是当年被另一个陈长安下药的倒霉蛋。陈长安也不会想到会如此巧合，况且他哪里知道这地方是齐家的地盘啊？啊，有人来了，看样子好像是奔着咱们这里来的。阁下可是陈长安？不是，你认识我？在下齐放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齐放。突然陈长安注意到了对方的姓氏，在刘云玉姓齐，还认识自己，岂不是说……我不认识你，你应该是认错人了。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，或许是人有相似的吧。虽说陈长安并不怕齐家会怎么报复自己，可当年那事干的实在是太操蛋了。陈长安自认为自己已经很贱了，可下药这么恶俗的手段，他是绝对做不出来的。不对，这小子在说谎。刚才我问他是不是叫陈长安的时候，他愣住了，并没有否认这个名字。他他妈就是陈长安！我家老祖有请，希望前辈随我同去吧。不去行不行？怎么，前辈当年来我家做客，可不是这般推脱？如今是瞧不起我们齐家了吗？我们好心邀请，您还不给面子？好心邀请，我有事，我得赶路。大黄、一坨，你们俩干嘛？陈长安正说着，发现大黄已经上了一坨的背，而一坨也走到了自己的旁边。大黄是喜欢看热闹，这种好戏他是绝对不想错过的。妈的，去！老子去！不就是齐家吗？我看看你们齐家到底打算怎么邀请我。陈兄，一别多年，今日终于相见了，请坐。这是我为你准备的酒菜，希望你不会嫌弃。齐家老祖一挥手，示意齐放先下去，随后看向了陈长安。怎么不敢吃啊？怕我下药？我这个人还真没有什么害怕的。大哥，没我地方啊！还有我，他们是……大黄，我坐骑。对，我就是大黄，这个叫一坨，我坐骑。对，我就叫一坨，那个我没有坐骑。行吧，来者是客。齐家老祖感觉到有些无语啊，不过还是伸手一挥，准备出来了2把椅子。这还差不多，你小子挺会来事啊，你人不错。大伙，你他妈的能不能把屁股挪开，别坐我身上？啊？谁在说话？这突然传出来的一句话，让齐家老祖也是一愣。狗会说话，乌龟会说话，齐家老祖都不觉得奇怪，可他妈狗链子是什么鬼啊？你闭嘴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我也要吃。在齐家老祖震惊的目光之下，狗链子变成人了。看到小蚯蚓变成了一个小孩，别说齐家老祖，陈长安他们也都愣住了，还他妈真能变成人呢！这位是？他是……这位是我义父，我当然是他义子了。义子？让义子当狗链子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不过想到陈长安曾经的所作所为，齐家老祖似乎又觉得很合理，这是他干得出来的事情。哎，再添个椅子吧。齐家老祖苦笑一声，只能够再添了1把椅子。听说你转世重生了，现在的你不是我的对手了吧？是不是对手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我可不认为我不是你的对手。不愧是你，果然是一如既往的自信。来，先吃饭。酒过3巡，菜过5味，陈长安吃得很满意，不过还是很好奇，齐家老祖究竟是打的什么算盘呢？陈兄，谢谢。啊？啥情况？谢谢。看着齐家老祖那真挚的目光，陈长安也懵了。喝多了？不至于吧？这才哪到哪？真的很感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知道这世上还有另外的乐趣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只怕没有机会突破到仙皇境界。啊，突破了？破身就突破了？我去，还有这好事吗？起初我真的很气愤，但事后才明白陈兄的良苦用心。你做这一切应该都是为了我好。当我想要感激你的时候，却得知你转世的消息。不过好在你又回来了。妈的，因祸得福了。不用谢我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陈兄，你记起曾经的事了吗？没有。那你……我了解我的人品，若不是为了你好，我不会做出此等不耻之事。陈兄，真是难为你了。哎，别客气，都是兄弟，就算被误解，
我也不会在乎的。陈兄，好兄弟。吃完之后，大黄他们也都直接进入到了修炼之中。陈长安在齐家老祖的安排之下，也开始了闭关。毕竟这些酒菜可都不是普通货色呀，里面所蕴含的仙灵之气十分磅礴。老祖，这都已经半年多时间了吧？陈长安前辈还在修炼？是啊，还在修炼。如今的他很怪，我看不透。虽然他只是金仙境1重的修为，但面对他的时候，我感觉好像和之前没有什么变化，倒是让我捉摸不透。现在他身边跟着那3个，不知道什么玩意儿，也挺奇怪。啊，你们出关了？齐家老祖突然发现大黄他们3个居然结束修炼了。对，我们修炼结束了。那个，你是我大哥兄弟，那咱们是不是也是兄弟啊？这……齐家老祖眉头微皱，可看在陈长安的面子上，他还是勉为其难的点了点头。那能不能借点仙灵石？仙灵石？你要做什么？是想要买什么吗？我们齐家有不少东西可以直接送你。啊不，这怎么能行呢？啊，大哥教育我们不能随随便便的要别人的东西，这是不礼貌的行为。你就借我们点仙灵石就行了。我带着这2个兄弟出去逛一逛，小地方来的，没见过什么世面。放心，等我大哥出关了，绝对还你。这好吧，要多少？越多越好。齐家老祖有些搞不懂，但还是给了大黄1万中品仙灵石。随后就看着大黄笑嘻嘻的带着一坨和小蚯蚓离开了齐家。你们跟着去看看，别让他们在这里出了什么事儿。总感觉他们3个不太靠谱。是，老祖。齐家的人跟了出去，可没过一会儿就直接回到了齐家。什么？你说他们去哪儿了？青楼？一条狗，一只王八，还有一个小孩，他们居然去青楼了。虽说这个中滋味齐家老祖如今也是十分清楚，但以陈长安的身份，没必要去青楼吧？陈兄堕落了，唉，可惜了。啊！突然齐家老祖察觉到了一股强者的气息，竟然是仙皇境界的强者。怎么会突然有仙皇级别的强者来到这里呢？而且这股气息十分的陌生。你是何人？来我齐家的地方想要做什么？我不管这里是什么地方，我来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陈长安是不是在此处？陈长安？是来找陈长安的？好大的口气！真当我齐家是你捏的不成？哼，你觉得你拦得住我吗？我的目的只是陈长安，你最好不要自讨苦吃。你觉得在我齐家的地盘，我放任你找我朋友的麻烦？若是传扬出去，我齐家还有什么脸面在流云域立足？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我不管，但是在这里，你别想动陈长安一根汗毛。你护得了他一时，可护不了他一世。你最好想清楚了，为了他，得罪我圣元仙朝，值不值得？原来是圣元仙朝的人，可你也别忘了，这里是流云域，不是你圣元仙朝。得罪了又如何？你们圣元仙朝还敢在我流云域放肆不成？好，齐家是吧？我记住你了，我就不信陈长安会永远留在齐家不走。你是想要找我吗？我走不走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觉得你可能走不了了。你出关了？还要多谢你，让我突破了1重修为。1重？吃了自己那么多的好东西，就突破了1重修为？开什么玩笑啊！你和此人究竟是什么恩怨？杀了圣元仙朝的几个人，对了，还灭了他的灵魂虚影。没想到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。杀了几个人？哼，你杀了我秦家1名仙王境8重的族人不说，还杀了我秦家的后起之秀。你可知道，秦宇轩可是天骄榜排名30的存在，未来前途无量。你觉得我会放过你吗？秦宇轩？齐家老祖仔细的思索了一下，似乎还真的在天骄榜上看见过这个名字。你一个人干的？我自己做的。变态，你才金仙境修为，怎么了？不能杀人吗？这叫什么话？可以杀，你想杀谁那是你自己的事儿。可你这样的修为，杀了一个半步仙王就足够变态了，居然连仙王境8重都能杀。就算是越级挑战，这越的也太过分了吧？你们能不能尊重我一下？当我是死人吗？你先等会儿，没轮到你呢。你想问啥？我没啥想问的了，不过我想知道你打算怎么对付他。
既然来都来了，怎么着也得尽一尽地主之谊吧，也别太过分，把命留下来就行了。把命留下来就行了？大哥，你说的这么轻松吗？那可是先皇，不是街边的阿猫阿狗，有这么容易就将他的命留下来吗？狂妄，太狂妄了！我倒要看看，你想要怎么留下来我的命。陈长安看了一眼火冒三丈的秦胜天，随后呢，对着齐家老祖说：“老齐，你防着点，别让这王八蛋把下面的城给毁了。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就好。”好，这一点我还是能够做到的。可你真的能够对付得了他吗？老齐，他还没有杀了我的能力。好，你给我上去！啊，上去？你让我上去，难道我就要？可下一秒，他就感觉身体不受控制的向着空中飞去了。你怎么做到的？你不是金仙境，你绝对不是金仙境的修为。既然你是先皇强者，应该知道什么叫做法则吧？听到这两个字，秦胜天的表情瞬间变得更为震惊了。励志法则，感受一下吧。看着秦胜天魂飞魄散，陈长安也是无奈的叹了一口气。而此时的齐家老祖整个人都懵了，他本以为会爆发出一场大战，可没想到这么快就结束了。这他妈先皇这么弱，还是说陈长安强的过于离谱了一点？愣着干嘛呢？有心事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真的转世了吗？你不会是找到了什么至宝，这些年偷偷躲起来修炼了吧？你这也太离谱了！先皇他可是先皇啊，死得这么憋屈。憋屈吗？这不是他自找的吗？我都不去找他，他跑过来找我，那我还能跟他客气了？别紧张，别惊讶，记住了，哥，就是这么强。所以你到底是不是金仙境？不仅是金仙境，我还准备去参加天骄榜呢。天骄榜？不满3万岁？我操！就算是转世了，也没必要妖孽到这种程度吧？不满3万岁，吊打先皇。陈兄，何时启程？不急不急，大黄他们还没回来呢。那个，要不然我派人去将他们叫回来，你们也该启程了吧？你看看你，我都不着急，你急什么？7天，整整7天，陈长安是大吃大喝，将齐家的库存都快要吃光了。怎么，心疼呢？当初可是你说的随便吃随便喝，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啊？不高兴？你他妈还不高兴啊？陈长安，你知不知道，这些东西就算是我也不敢吃这么多，你就不怕把身体给撑爆了？你的实力是很强，可你的修为毕竟只有金仙境，你吃不吃？你要是不吃，那剩下这点我可就都吃了。吃，不吃白不吃。不对，这本来就是我齐家的东西，我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吃光了。哎，呀，二位吃的呢？玩得很开心。哎，大哥，开心，真开心，好久没有那么开心过了。我也觉得挺开心。义父，这一次我也是大开眼界，原来青楼竟是如此美妙之地，还真是多亏了大黄哥哥带我开眼界。哎呀，这叫什么话呀？都是好兄弟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下一次我还带你去。多谢大黄哥哥。不用谢，就你弟弟。人家都称兄道弟了，你呢？嘿，我跟着混吃混喝就好，其他的我不在意。陈兄，这都是你教的？怎么可能啊？你知道正人君子这4个字吗？这是自然。说的就是我。我不信。你他妈爱信不信。行了，他们也都回来了，这东西就不吃了吧。听到这话，齐家老祖也是眼睛一亮啊。这位爷终于要走了吗？有仙灵石没有？陈长安看着齐家老祖。仙灵石？干啥？你又要干啥？他们走的时候从我这里借了1万中品仙灵石，你要还我吗？不是，我是想要再给你借点。吃了这么多东西，我觉得我有必要先闭个关，不过还是需要点仙灵石。你他妈一个九云仙门的太上长老，你手上会没有仙灵石，还要跟我借？你没有仙灵石？怎么可能啊？当然有。那你怎么不用自己的？舍不得，所以找你借点。我操！无耻，太他妈无耻了！你不舍得用自己的，你就打我们齐家仙灵石的主意，你还要不要点脸了？借了没还不说，还他妈要借更多。你就说借不借？不是，你求着我借仙灵石，你咋这么硬气啊？老齐，我告诉你，我跟你借，那是给你面子。你以为我没有别的朋友吗？跟别人借不到吗？
想要借我仙灵石的人多了去了，我是跟你关系好才跟你借的，你懂不懂？行，既然你这么为难，那我也不借了，不借了行不行？哎，别，你看你这人脾气咋还变大了呢？我也没说不借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借还不行吗？我可告诉你了，这仙灵石一时半会儿，我可未必还你，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。啊，没问题，你想什么时候还你就什么时候还，我不着急。啊，这还差不多。你准备一下吧，我要闭关修炼了。行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给你准备。还得是大哥，借东西都是那么理直气壮的，而且还让齐家老祖老老实实就这么答应下来了，吾辈楷模呀！大哥，这招你得教教我，下一次借钱我也那么干。你不行，为啥呀？你没朋友。走了。走了。唉，终于走了。5年，整整5年，陈长安这一个闭关就在齐家待了5年的时间。最后的结果呢？齐家老祖这么多年的积蓄，基本上已经全部被陈长安榨干了。如果陈长安再不走，齐家老祖都不知道要怎么办了。难不成还得拿齐家公库里面的东西吗？老祖，您没事吧？你看我像是有事的样子吗？没事，老祖您老当益壮，老而弥坚。你的意思是我老了，那以后齐家你来做主怎么样啊？不，老祖，我不敢呀，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。你去把陈长安回到刘云玉的消息传出去，尤其是传给那几个人。你知道我说的都是谁吧？老祖这是要做什么？背刺吗？这可不地道呀。老祖，那事情都是你答应的，现在人家走了，你又来这一手，有点不厚道吧？你觉得你们老祖我是这种小人吗？那您还这么做？你懂个屁！凭什么让老子一个人吃亏啊？要吃亏大家一起，谁也别想好。啊？这就不是小人了吗？这么做也不怎么地道吧？你自己都吃过亏了，还要把其他人也都拉下水来？老祖，这不还是不地道吗？老子今天还就不地道了，这种痛苦我必须让他们也好好尝尝。你还愣着干什么呢？再晚一点没准到时候陈长安都从天骄城跑了，还不赶紧去？有传音仙域的就用传音仙域联系，没有的你就亲自跑一趟。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将这件事情通知给那些老家伙。当初遭罪，大家一起遭罪；现在遭罪，他们也别想错过。要说遭罪这事儿啊，其他人确实很遭罪，可您老当年多快乐呀，遭罪了吗？老祖，现在的你真像一个大反派。这叫什么话？知道正人君子这4个字吗？知道。这说的就是我。你咋还学人家陈长安前辈说话呢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听到了。你听错了，那句话是我说的。哦，是我听错了？就是你听错了。是，老祖说的对。太上长老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来了，都来了，明显都是奔着您来的呀。要不然您去躲一躲，要是在我的任期天骄城出了事儿，可没有办法交代的呀。跟谁交代？我倒是一直不知道天骄城出了事情需要跟谁交代。这么多天骄城还有天骄榜，究竟归谁管？我的太上长老，你真的是什么也记不起来了？记得点儿，我记得我是你太上长老。好，那我就跟你好好聊聊。这太古仙域之中，人族最强，定然是9大仙族了。妖族最强，自然就是龙族、凤族以及麒麟一族。当然，9尾狐一族的实力也不错，但和那3个比不了，差了一点。当年还有魔族，不过被灭掉了。而这天骄榜就是9大仙族以及龙凤麒麟3族联手搞出来的。也就是说，天骄城和天骄榜背后站着的是太古仙域最顶端的力量。你说说看，谁还敢在这里闹事？这是在天骄城闹事吗？这不活脱脱的打脸9大仙族和龙凤麒麟3族吗？到时候他们要是怪罪下来，别说是我，9云仙门都会受到影响的。所以你跟我说了这么多，关我啥事？我就是来参加天骄榜，我又不是来闹事的。关你啥事儿？合着我说了半天，这位爷您是一句也没听进去是吧？祖宗，您是我亲祖宗成吗？当年您都干过什么事儿？您忘了，可那些人没忘啊。也不知道是哪个挨签到的东西，把您的消息透露出来了。我得到的消息是，1殿、2宫，另外2大仙门以及4大家族的老祖人物都要齐聚天骄城了。您说他们大老远的过来干什么呀？还不是因为你吗？
我这么受欢迎了吗？居然都跑过来迎接我，其他人来就来了，齐家老祖过来凑什么热闹？妈的，这事儿保不齐就是骑士园那个老王八蛋干的。骑士园？您是说齐家的那位老祖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对了，他怎么知道您回来了？来的路上我去了一趟齐家，顺便在他那多少用了点他的东西。用了点他的东西？那是多少啊？马云超看向陈长安的目光充满了探寻，可当从陈长安的口中得知了答案之后，马云超彻底懵了。这叫点儿？齐家老祖那么多年的积蓄被你搜刮一空了，这是用点儿这个字就可以形容的吗？太上长老，听我的，不行，咱们就躲躲吧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等你。马云超叽叽哇哇地说了一大堆，陈长安感觉似乎有一只苍蝇不断地在自己耳边绕来绕去。说完了吗？没事就走吧。他们不来还好，要是敢来，怎么着？那就来呗。我还怕他们呀？正缺资源呢，这事儿保不齐还得感谢感谢老齐这个王八蛋。嘿嘿嘿，哎呦，您还有心思在这嘿嘿嘿呢？看到陈长安笑得这么猥琐，又这么开心，马云超简直是快要原地去世了呀！对了，太上长老，那些人似乎知道你转世的消息，也知道你现在是金仙境的修为。我看这几天怕是就会有人来找你的麻烦。你要是出门，那可得注意点啊。放心吧，我还怕他们不来呢。哦，对了，我先问一下，我要是去参加天骄榜的话，有什么流程没有？我在玄天域的天骄榜获得了第1名，而且通关了99层，是不是可以直接参加，不需要再走什么测试了？哦，通关了99层吗？按理说可以，只不过玄天域的成绩好像……等会儿，您刚才说多少层？99层，怎么了？99层，居然是99层！玄天域是吧？我得想想，玄天域在什么地方？玄天域内的天骄塔难度如何？还有……看着马云超好像是疯魔了一样，陈长安感觉有些头疼。就这，还他妈能当城主？你去当疯人院的院长吧。我想起来了，玄天域的99层，那也是了不得呀！真是奇怪，按理说这样的消息，早就应该传到其他天骄城了才对啊，怎么我这边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你的意思是说，其他地方的天骄榜成绩是要汇报到你们这里的？没错，确实是这样。咱们流云域虽说不是特别强的区域，但这里的天骄城确实是10大天骄城之一，是负责统计天骄总榜排名的。一些弱小区域的天骄城成绩需要汇报到我们这里，这样我们也好知道谁才有资格参加总榜。按理说，通关99层这样的成绩早就应该汇报上来了。听到马云超的话，陈长安眉头微皱，难道是陆霄云将这件事情给隐藏了下来？可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又是陈天安排的，所以我现在是怎么个情况？这慢一点的就是我现在派人前往玄天域，将这件事情证实。如果没有那边的汇报，我这边是不能随便做主的，就算我是城主也没有这个权利。这也就是为了避免城主以权谋私，私自改动成绩。这个事情你隐瞒没事，但私自改动成绩那可就是大问题了。当然还有一个办法，既然您参加过玄天域的天骄榜争夺，您应该知道测试的事情吧？在这里也可以进行测试，如果测试的成绩达标了，就算你之前没有其他天骄塔成绩也是可以参加的。当然前提是测试的成绩合格，只不过难度有些大，但您应该没问题的。通关99层，好家伙，我都没听说过谁能够在金仙境界拥有这样的成绩，不愧是我们九云仙门的太上长老啊，牛啊！还得去测试啊！当初在玄天域，陈长安就什么也没有测出来，直接把测试10杯干崩了。不测试不行？行，但是需要时间。等我派人先去玄天域，这一来一回的话，恐怕少说也得半年，甚至可能会更久。你们这破地方，通讯这么不方便的吗？不是有传音仙域之类的东西吗？天骄城之间就不能联系联系？太古仙域太大了，我们也是没有办法。就算是有传音仙域，可距离太远，那也就作废了呀。而且每一个天骄塔连接的都是当地的天骄榜，不会互通。只有10大天骄城的天骄总榜才会出现互通的情况。算了，我去测试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天骄城还有很多事务要处理。啊，去吧。大哥，走啊！我不去青楼。你说什么，大哥？我在你心里就只会去青楼吗？不然呢？好吧，我确实喜欢去，可是我这次不是找你去青楼的。走，去测试大厅吧。
上次就没看到你测试成绩，我真的很好奇。这一次这里的测试石碑总不会是初级的了吧？难道你就不好奇你自己的战力究竟是什么级别的吗？你们都跟我一起去吗？去，当然去，我还啥也不知道呢，见见世面。你最近怎么不变成狗链子了？哎呀，这不是人形更方便一些吗？再说了，狗链子那对我大黄哥哥多不尊重啊！方便一些，方便您领着大黄去青楼吗？大哥，也就不用问我了吧？我不去，您不得走吗？鞋多脏啊！我得去。来，大哥，上背。一坨笑嘻嘻地说着。哼，这都是群什么货呀！我到底造了什么孽？怎么身边都是这么不正常的玩意儿？看着大黄他们3个，陈长安感觉自己的形象瞬间就高大了起来。果然，优秀的人总是这么格格不入。走，去测试大厅。他就是陈长安，大家听好了，若是找到机会，一定要给此人来个下马威。不错，这是老祖的吩咐，咱们可得好好表现。要是能够得到老祖的青睐，对于咱们来说可是好事一件。可是咱们要怎么给他下马威啊？对方毕竟是九云仙门的太上长老，明着动手不太合适吧？当然不能够明着动手，但他既然来到了天骄城，想要争夺天骄榜，咱们这不就有机会了吗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现在去的地方应该是测试的地方。咱们不能动手，添堵还不会吗？在老祖他们来之前，好好的让这个陈长安在天骄城丢丢脸。有道理，那就这么办了。走，跟上去。太上长老，您过来了，您也是来测试的？初级区、中级区，还有高级区。这流云域的天骄城测试大厅居然还有3个区域。太上长老，测试石碑是有等级的，一般人在初级测试区就可以了，有能力的会前往中级测试区测试。至于高级区，说实话有点浪费，没有什么人去高级区测试过，因为没有必要，去了还容易丢脸。丢脸？哼，实力不够，偏偏跑到高级区测试，确实会被人耻笑。中级测试石碑的极限是什么？初级的极限是天仙境巅峰，中级的是仙王巅峰，所以中级测试石碑基本上就已经足够了。不足3万岁，实力能够超越仙王巅峰的人，可以说是凤毛麟角。好，那高级测试石碑的极限呢？哟，怎么着？还想要打听一下高级测试石碑的极限？你觉得你打听这个有必要吗？就你这点实力，初级测试石碑就足够了。别以为自己是九云仙门的太上长老，就真的拥有太上长老的实力了。太上长老，此人是哮天宫的人，叫铁帅。铁帅？哪里帅？他是怎么好意思取这么一个名字的？是知道自己的缺点，打算用名字找补？铁帅是吧？不错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铁帅正是本人。对，千万别改名，打死也不能改名，否则你跟帅这个字可能真的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你侮辱我！你这人，我什么时候侮辱你了？也就是替你的名字有点不值，白加那个帅字了，跟着你着实有些委屈。哼，不过是逞口舌之快罢了。铁帅虽然样貌一般，但他的修为可是天仙境巅峰，你有什么资格嘲笑他？你看，你也承认他长得不怎么样了。铁兄，我并非此意。我明白，是他在挑拨。放心，我不会介意的。太上长老，这个是风幽仙门的曹恒。陈长安知道这些人之中还有不少人想要出来给自己添堵，倒不是真的想要对自己动手，真正的目的只是让自己出丑。这样一来，等到他们各自势力的老祖到来之后，可以用这件事情去邀功领赏。你们很强吗？你们觉得你们有资格在这里对我嘲讽？虽然我们并没有你那么显赫的身份，但在场这些人，就有几个人会比你弱呢？你不过是金仙境5重修为罢了，若不是你的身份，你觉得你有资格进入到这里吗？有胆量有能力进来的，哪一个不是最少都要有天仙境的修为？哪一个又不是各自势力之中的佼佼者？我们嘲讽你有问题吗？很好，又来了一个。还有没有？怎么，您是喜欢这种被人嘲讽的感觉吗？还是说你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吸引别人的注意，然后炫耀自己的身份？没有了九云仙门太上长老的这层身份，你都不配站在我的面前，连让我们多说一句话的资格都没有。大家说对不对？没错，这番话说的简直是太对了。他除了拥有一个不知道怎么弄来的身份之外，一无是处。对，他就是一个什么也不是，空有一层身份的垃圾。说够了吗？开心了吗？觉得自己很厉害是不是？嘲讽九云仙门太上长老，
这种事情，你们这辈子恐怕也是第一次吧？会不会很激动，很兴奋？哎，我只能说，你们想太多了。就凭你们这些人的三言两语，就能够嘲讽我，让我丢尽颜面，下不来台？你们觉得可能吗？为什么不可能？难道你还有什么资格反驳我们的话吗？当然，如果你想要依靠九云仙门来压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但你也不过是依靠九云仙门，而不是你自己让我们心服口服。唉，这些倒霉蛋还想要通过给陈长安添堵，嘲讽他来邀功，这可真是找错人了。既然你们都这么认为，不如我们来打个赌怎么样？打赌？赌什么？这人不会是想要耍诈吧？你想要赌什么？你们刚才不是一直以我的身份还有实力做文章吗？那咱们就用我的实力来做一个赌注。如果我的测试结果不如你们在场的任何一个人，就算是我输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他怎么会如此自信？难道说他隐藏了部分实力？不行，不能上当。怎么，你们觉得这个不合适，还是你们才是对自己没有自信？陈长安见众人沉默不语，笑着问着：“你别以为用这种激将法就可以让我们上当。这里这么多人，没准谁的测试结果就会不如你。你这样的赌注对我们而言公平吗？”好，刚刚不是你们说的这里随便一个人都比我强，我没有资格出现在这里，没有资格和你们交谈吗？现在就变成不公平了。不过我好奇的是，你们觉得这里面谁是不如我的那个？你又想挑拨我们吗？告诉你，我们是不会上当的。虽然我们不愿意，但也不得不承认，你若是没有一点本事，怕也是当不了九云仙门的太上长老。你觉得你这样的身份选择这样的赌注，会不会有点不太合适啊？好，既然你们承认了我有本事，那我就不欺负你们。可你们也一再强调了我的身份，若是赌注太小的话，会不会也不合适呢？你先说，赌什么？咱们再谈赌注的问题。那你们说怎么样，你们才会心服口服？这样吧，咱们就定下来一个战力标准，如果你的战力能超过20万星，那就算我们输了，如何？太上长老，20万星战力相当于天仙境5重的修为，你有把握吗？20万星战力才相当于天仙境5重的修为，这差距是不是有点大？可是我之前见到过一个金仙境巅峰，战力到达了99999星，天仙境5重怎么会只是翻了1倍战力？太上长老，您见到的这个人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天赋很不错的天才了，否则一般人金仙境巅峰达不到这样的战力。别看99999星，距离10万只差1星，但是想要突破这1星很困难，相当于一个瓶颈。同理，109999星突破20万星也是一个瓶颈，所以一般只有修为到达了天仙境5重的人，才有机会超过20万星战力。那30万战力就是天仙境巅峰的实力，还是半步仙王的战力？应该是天仙境巅峰，半步仙王会超过30万战力，超级妖孽另当别论。怎么，你是害怕了吗？如果你要是怕了，你大可以说出来。放心，我们是不会笑话你的。九云仙门的太上长老刚才还那么硬气，现在听到20万星的战力，不敢了吗？确实有点为难人了，才金仙境5重修为，10万战力恐怕都做不到，这20万战力，这不是为难人吗？要不然咱们给他降低点要求。这叫什么话？人家是什么人啊？那可是九云仙门的太上长老，你这不是不给人家面子吗？说的在理。没错，你们说的的确在理。既然我是九云仙门的太上长老，太低的战力只怕也难以服众。这样，30万战力如何？啊？什么意思？陈长安的话让现场直接安静了下来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居然还要挑战30万战力？他这是疯了吗？他知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什么呀？知道你自己说的是什么吗？30万战力，你确定？你觉得凭借你金仙境5重的修为，能够达到30万战力？你是认为自己比那些绝世妖孽还要妖孽不成？不愧是九云仙门的太上长老，果然有胆量，有气魄。既然人家都这么说了，咱们哪有不答应的道理啊？没错，我觉得就这个了。太上长老，三思啊！我也觉得，你们就不用劝我了。不过，这赌输了之后的惩罚，要是太草率，恐怕有些对不起我这个太上长老的身份吧。你们说呢？好，你说，赌输的人惩罚是什么？我们绝对不会反驳的。好，如果我输了，我从此卸任九云仙门太上长老之位，如何？哦，卸任太上长老，这玩的有点大了吧？那我们输了，要怎么样？放心，这点格局我还是有的。
绝对不会是什么特别过分的惩罚。你们自己是谁，你们应该都清楚。所以，我希望你们输了之后，不要否认自己的身份。你到底想要惩罚我们什么？如果你们输了，你们要在天骄城从头到尾走3天。当然，还有，你们走的时候要大声地喊出来你们所在的势力名字，后面还要再加上一个啥也不是，不如九云仙门。你们敢吗？果然没憋好屁，这话是可以说出来的吗？就算是事实，那也不能说呀。这说出来还不得被当成了叛徒？不行，这绝对不行！这要是喊出来了，其他人会怎么看我们？对啊，要是让师傅知道了，还不得扒了我的皮呀！我不知道你们一个个都在怕什么？你们是觉得他会赢吗？30万战力，你们觉得他可以吗？没错，说的有道理。我不相信他能够成功挑战30万战力。我赌了，我也赌了。我算了，我放弃。哎，大哥，还是有聪明人的呀。当然了，不是所有人都会脑袋一热，是会有人权衡利弊的。况且，齐家的人应该会知道一些的。至于其他的人，可能就是真的觉得不值得赌吧。他们并不会因为嘲讽了我，让我输了，得到任何的好处。陈长安笑了笑，随后在众人的关注之下，直接向着高级测试区走了过去。哼，他还真有胆子，居然还跑到高级区测试去了。可能觉得这样才配得上自己的身份吧。不重要，他喜欢就好，到时候不就多了一个嘲讽的事情了？你觉得太上长老真的能赢吗？能赢吗？陈长安输过吗？就陈长安这德行，没有把握的事情，他从来就没有做过。恐怕这一次，陈长安的名字在流云域要吊炸天了。在所有人的关注之下，陈长安将手掌慢慢的放在了高级测试石碑上面。什么情况？测试石碑怎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？出问题了？总不会是因为……难道说这陈长安的实力都已经足以撼动高级测试石碑了？妖孽，传说之中的绝世妖孽！完了，咱们恐怕要输了。太上长老居然这么强！金光退了，测试结果应该出现了吧？哎，出现了！测试石碑上面终于出现了结果。不容易，太他妈不容易了！跟着陈长安那么久，终于要看到他的真实战力是多少了。姓名陈长安，年龄10045岁，修为金仙境5重，战力100万星，合格。100万，居然是100万战力！要知道30万战力那就是天仙境巅峰的战力，而仙王巅峰的极限战力应该是80万。陈长安这100万星的战力，绝对的仙皇强者，而且不是普通的仙皇。所有人都无法理解，不敢相信。100万，或许并不是他真正的战力。啊？什么意思？陈长安此时也是好奇地看了此人一眼。其实对于这个测试的结果，陈长安并不是很满意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对啊，为什么不是他真正的战力？因为当初在建造高级测试石碑的时候，大家觉得3万岁之下的人，就算是绝世妖孽，战力也有限。虽然100万战力并不是高级测试石碑的极限，但是显示测试结果的极限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目前为止，还没有人的测试结果达到100万星战力，是吗？确实没有人达到过。天骄总榜如今前10的那些妖孽，当初在第一次进行测试的时候，实力不错，但因为测试的早，所以不会太过于夸张。后面，他们就加入到天骄塔的挑战之中，不会再进行测试了。他们没有这样的测试结果，可不代表他们的实力真的会很弱。陈长安转身向着那些目瞪口呆的人看了过去，微微的一笑。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兑现赌约呢？怎么，刚刚喊得这么起劲，现在害怕了，想要当孬种，不想承认了？我输了，我认，不就是街头巷尾喊3天吗？我喊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大不了老子以后闭门不出，再也不见人了。怎么办？我不想丢人了，我更不想被家族除名。怂了才是真丢人，咱们愿赌服输，一个个都怕个屁！有胆子跟人家赌，就没胆子承担后果吗？没错，绝对不能让他瞧不起我们。走，我现在就去完成赌约，你们谁跟我一起？我也去。算我一个，老爷们做事敢干就敢认。好，我也去。真就让他们这么喊3天，这也没啥大不了的吧？这个惩罚我觉得有点无聊啊。你懂屁？这是在惩罚他们吗？他们不过就是出头鸟，是受到指使才这么做的。我是让他们喊给别人听的。若不这样，指使他们的人怎么会暴跳如雷呢？人只有在陷入到愤怒之中，就会上头，就会冲动。
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好好的大赚一笔了。跟了我这么久，怎么我的聪明才智你是一点都没学会呢？恭喜陈兄，贺喜陈兄了！刚到天骄城，我可就听到了你的壮举。现在那些人还在满大街的喊着呢。多亏我提前通知了我们齐家的人，否则我们齐家要是出了个脑子不灵光的，恐怕也会跟着一起丢人了。这种局面，难道你之前没有想到吗？不就是你将我的事情泄露给那些人的吗？没错，就是我干的。那也不能让我一个人吃亏吧？你想的倒是挺好，不过正合我意。你来的倒是挺快，我刚走，你就启程了。没有，我也是昨天才动身。昨天才动身，这么快就到了？你怎么来的这么快？传送阵呢？我们齐家有通往天骄城的传送阵，为了让齐家弟子能够更方便前来天骄城，基本上各大势力都有。你不知道这事儿？所以九云仙门也有？当然有。那他妈我要来天骄城，你怎么没告诉我你有传送阵？你也没问我呀，我还以为你有其他事情，不着急呢。你大早上的跑过来找我何事？没啥事儿，就是过来看看你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冲击天骄榜啊？我很好奇，这天骄榜出现了你之后，那些原本的绝世妖孽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心情？没有什么心情，生气呗。大黄突然嬉皮笑脸的走了过来，看着骑士员那叫一个亲切啊！你能不能别这么看着我笑？我瘆得慌。老齐，是兄弟不？你他妈想干啥？你直说。借点仙灵石，我大哥还。我操，没完了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没完了？我像冤大头吗？我真的那么像冤大头吗？打死老子，这一次我都不借。骑士员气愤地看了大黄一眼，拒绝的话都已经到了嘴边，可最终还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借多少？哎呀，不多不多，够我去趟青楼的就行。又去？你他妈一条狗，那么喜欢青楼做什么呀？等会儿，这是天骄城，哪来的青楼？有。玄天域的天骄城可是没有这个行业，这里居然有。天骄城这地方，弄青楼干什么？有人去，不怕被笑话吗？人之常情，谁笑话谁呀？天骄城那么大，人这么多，又不是所有人都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。而且天骄城的青楼应该算得上是整个流云域质量最高的了吧？毕竟来这里的人都不简单，普通的青楼可吸引不了太多的顾客。啊，质量最高，居然是质量最高的，能够从骑士员这种人物口中说出来高质量，那绝对差不了。看到陈长安那审视的眼神，骑士员尴尬的轻咳了一声。好奇去过一次，就一次，我就是长长见识，我可什么都没干啊。老齐，是不是好兄弟？今天这仙灵石我不借了。啊，不借了？好兄弟，今天我安排你去青楼，我带你一起去，我安排玩，你负责买单，怎么样？这还他妈不如借呢，借了没准还能还，现在倒好，直接让我请客了。骑士员盯着大黄看了看，最后觉得请客或许更合适一些。借了就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，要是自己请客，那他妈这可算是人情啊！大黄怎么着也得惦记着我的好吧？哎，行，我请客。陈兄，你去不去？我是什么人？正人君子这4个字你知道吗？这话你说过一次了。好，那我换一句话。你别换了，你就说去不去。我不去，我洁身自好。不去拉倒，我们去。我去啊！我也去。小蚯蚓和伊陀两个也是兴致冲冲地跑了过来。对于骑士员来说，一个也是请，两个也是请，正好他也十分好奇这3个货去了青楼到底能干嘛呀？嘿呦，肮脏，真是难为了我这股清流。他们应该庆幸有我这么一个正直的朋友。陈长安正在感慨着，九云仙门的人走了过来。太上长老，怎么办？啊？啥怎么办？怎么了？出事了？出大事了！现在天骄城之中，不少人都想嫁给你，甚至都准备好了嫁妆，门外都排成一条长队了，而且这个数量似乎还在增加，源源不断。嫁妆？什么鬼？这都是什么情况？怎么还有主动上门求娶的？流云域的女性都这么奔放吗？天骄城女人很多吗？多，不少，而且听说还有不少正在路上呢，都在往这赶呢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嫁给你。我去，不是，他们就没想过被拒绝了有多丢脸吗？
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您现在是什么人物啊？那绝对是流云域的顶级强者之一啊！而且您还年轻，还是九云仙门的太上长老，要实力有实力，要长相有长相，要身份有身份，这条件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如意郎君呢？你想想，这些人如果不嫁给你，将来可能也会被家族用来联姻，谁不想嫁得更好一点呢？就算被拒绝了也无所谓，万一成功了呢？都是有侥幸心理的。太上长老，这很正常，不仅仅是女人，男人也是如此。女人是联姻的工具，男人也是。毕竟这女性强者同样不少，男人出嫁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。嚯，男人也出嫁联姻吗？别人怎么样我不会过问，也不会管，但是我不喜欢这样的方式。你去将这些人都赶走吧，就说我暂时没有这方面的打算。这恐怕我的话没用啊。太上长老，这次来的人数之多，可能你没有办法想象，而且这些人之中不乏有一些身份地位不一般的人，我恐怕赶不走，还是得您亲自出面。还得我亲自出面？我不出面，这问题都解决不了。解决不了，他们可能会一直纠缠。您也不希望每天走到什么地方，身后都跟着一群带着嫁妆的女人吧？确实会让人羡慕，可是多少有些不太方便吧？算了，我出去解决吧。